养的多肉小苗为什么长不大？小苗需不需要施肥？小苗到底该怎么浇水呀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2分钟告诉你，多肉小苗茁壮成长的一生都要做些什么。如果是买来的小苗，刚开始浮盆期一定会消耗叶片，有一些特别小的头可能就会被消耗掉。如果整株都非常小的话，那整株都被消耗没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切记要求卖家带土发货，到手脱土，不用休根，直接上盆，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叶片消耗。多肉小苗用土推荐较小的颗粒，2到4毫米的，颗粒的比例不要大于50%，不利于根系抓土。下面重点来了，你先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多肉小苗切记不可控水，土干了就得给水续上，只要水给够，养分它也不会缺。那我水浇多了，它会不会徒长啊？答案是不会。即使是小苗，你也要保证它有充足光照的，只要光照跟上，就不会徒长。话又说回来，中午的阳光对小苗来说，直射的话可能就太热了，早上和晚上可以进行充足的日光浴，中午隔着玻璃还行，直射还是不要了。施肥不是多肉小苗必须的，要不要施肥取决于你的期待。你期待它长大长绿，可以适当的给一点薄肥。如果你期待它尽快变美丽出状态，那施肥的话只会延长这个周期。还有个更扎心的，施肥千万不要贪多呀，化肥的金属含量都很高，小苗根系孱弱，你频繁浇水，土壤很快就会盐碱化，到时候不但没有把小苗催大，整个土都变成盐碱地，直接给你的小苗给烧死了呀。带娃那些事都整明白了吗？还没明白，快点来提问呀。一到夏天，你的多肉团建是嗝屁，烟的烟，黑的黑，烂的烂。多肉到了夏天到底该怎么浇水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2分钟给你讲清楚。说好的夏季断水保命，你照做了，结果多肉还是团灭。任何一种一刀切的无脑养护方式都只会送走你的多肉。南方梅雨季回南天，多肉死亡率特别的高。温暖潮湿你虽然不喜欢，可是镰刀菌可喜欢了。镰刀菌就是多肉黑腐化水的元凶。你发现了吧？多肉度夏难，难在控湿难，常常挂在嘴边说夏季控水，控水到底该怎么控？下面说的价值10箱娃哈哈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1控量，夏季浇水不能贪多。夏天给多肉浇水的目的不是让它喝饱，而是让毛细根续命。这次浇水的量要在下一个高温来之前完全干透，这样才最安全。2控方法，液芯流水立马吹掉，否则容易晒伤。夏季浇水用盆底蘸水法，1/4到1/2的盆放入水中几秒钟即可，让盆底的毛细根保持活性。3控时间，你记得看天气预报，明天的温度相对较低，今晚也在30度以下，天黑2小时之后就可以浇水了，留足够的时间让它干透。4控频率，相比其他季节，夏季多肉浇水的规律性反而较差，眼瞅的后面就是漫长的3伏天了，今夜又特别凉快，虽然上周刚浇过水，但是这么好的机会也不要错过呀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夏季浇水宁缺毋滥呐，实在拿不准的时候就别浇。室内养多肉实在舍不得开空调，浇完水好歹给吹下风扇吧。我替肉肉谢谢你了。夏季如何给多肉浇水，你学会了吗？快来评论区提问吧。
散光养土长的多肉到底还能不能养回来？42天前做了4款多肉土的对比实验。让我们来看看现在这4组多肉都怎么样啦。第一组降沉，第一颗沉梦露浮盆之后，叶片就舒展开，在浇水的24小时之内，叶片就饱满泛绿。下面能看到叶片消耗，抓土比较结实，奶酪叶片饱满紧实，抓土也非常结实。可爱玫瑰锦也可以提盆啦，结结实实的。冰魄这一脸缺光的样子，油光水滑，一看就是早早就浮盆了。冰玉小苗是最容易浮盆的品种啦，杂交小苗也完全浮盆啦。第二组0号土，沉梦露叶片饱满，已浮盆可以提盆，奶酪也同上，可爱玫瑰锦也同上。冰魄还不能提，发根了，但是根系没有完全长开。哦吼，这颗冰玉化水了。有一说一，我养了1800颗冰玉，冰玉确实是特别容易在浮盆期化水的多肉，重新补1颗呗。杂交小苗也浮盆喽。第3组锦仙缘，沉梦露长得可真是结实，奶酪饱满，抓土浮盆哦。可爱玫瑰锦同上，冰魄根系有效吸水，但是抓的不是很结实。浮盆小能手冰玉，杂交小苗还有一点摇晃，基本有效吸水了。第4组丑土，沉梦露饱满结实，根系都长到外头来了，奶酪叶片又绿又饱满。可爱玫瑰锦很明显土长了，早期浮盆的多肉为了等其他尚未浮盆的，不得不一起散光养护。冰魄又胖又结实，浮盆好久了。冰玉坚挺且抓土，完全浮盆。对丑土养护感兴趣的小伙伴，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下丑土的养护方式，它跟传统的颗粒土养护有很大的不同。最后一颗小杂交也饱满且抓土哦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不知道他们下个月能不能变美呢？你觉得呢？你见过这样的多肉吗？好特别吧，这叫缀化。缀化多肉该怎么养护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一个视频讲清楚。什么是缀化？正常多肉叶心是一个点，向4周长出叶片。缀化就是叶心变异成一条线，沿着这条线向4周长叶片，这条线叫缀线。缀线有直线，有曲线，有龙头，有龙尾。缀化养到最后一定是很多头杆子连在一块儿，俗称朵朵缀，就看你能不能养得够久。缀化养护有什么要注意的？下面说的价值10个喇布布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控养有节制，缀化多肉比单头或群生上状态要慢得多，这时候千万不能无节制的暴晒和控水，否则板子萎缩或是晒伤，可就一去不复返喽。2. 选盆要合适，想要快点长成朵朵缀，用宽盆。植物具有对称性，地下的根系长多宽，地上的枝叶就能长多宽，给根系提供生长空间，它就更容易长成朵朵缀。已经长成朵朵小树缀化，就要选用瘦高的花盆，避免长成张牙舞爪的样子。3. 化水早发现，缀化的板子水分充足，夏天更容易被真菌盯上，黑腐化水的概率也更高啊，而且发展速度还很快。发现化水要立马切掉黑腐的部分，能保多少保多少。缀化更容易长气根，定期去除气根，防止板子萎缩。不能下叶子。撸枯叶虽然很过瘾，养缀化多肉你可要憋住了。撸枯叶摘叶子会留下难看的痕迹，最好等叶片自然消耗、自然掉落。6. 要有耐心，缀化多肉从一条毛毛虫养到孔雀开屏，短的需要1到2年，长的需要7、8年。你可要耐心等待，它会给你别样的美。快来评论区晒晒你们的缀化多肉吧！你的多肉上盆1个月了，还没发根，倾尽我12年养肉经验。今天一个视频2分钟告诉你，你是这5点没做好。温度不合适，多肉生长旺盛的温度是10到25度，低于5度、高于28度的多肉就别想着浮盆了，没化水就不错了。100颗没发根的多肉，有98颗就是非要夏天买多肉，买就买了，要么创造合适的温度，要么熬到合适的季节，它自然就发根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湿度不合适，这里的湿度不是指空气湿度，空气湿度大只会长气根。土壤里的湿度合适，多肉感觉此地有水喝，适宜落脚生长，多肉才会考虑在此地插根，不然就继续漂泊。敲黑板，盆底蘸水法，快去用，发根一个好一个，还不容易黑腐化水。发根了1000多颗多肉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阳光太强也不行，还没浮盆的多肉千万别直射阳光，光合作用一强，叶片消耗的速度贼快。本来这些叶片是消耗用来发根的，结果都被晒干了，它还拿去载能量用来发根呢。下面这种情况你也要注意，精养控养的老庄多肉 How beautiful， 但
这种植株本身活性较差，新陈代谢慢的老人家发根自然也慢啊。这时候可以试试 HB101兑水之后盆底蘸水法。下面说的这一点最重要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你看的那些修根视频，咔嚓一剪刀，再用镊子扒拉，啪一下怼土上，铺上面，然后再溜2圈水。最关键的是他那一剪刀的位置，他怎么知道要留多长？99%的视频都不会告诉你。剪一刀观察根系活性，没有活性需要再剪一刀，一直找到有活性的根系为止。这看起来太复杂了，你一听都不想学了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快把你修的根发来看看呀。绿油油的多肉想要上色，你家里的阳光又不够，你一定在等一款合适的多肉补光灯来救赎。养多肉12年，用了30多根补光灯，历时52天，对4款补光灯进行实测，快来看看结果吧。单排彩虹，灯下20公分处照度34000，灯和多肉的距离25厘米处，有效光照范围有23厘米。瑞士军工正下方25厘米处照度可以达到25000，2万以上的高效照射范围有26厘米。元大利正下方20厘米处照度35000，2万照度以上的高效照射范围有25厘米。看再多的数据都不如直接看多肉的状态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左边是52天前，右边是灯下52天后的效果。冰玉组元大利1号颜色最白，彩虹的透亮度也不错。瑞士在这一次发挥欠佳。冰珀组彩虹的糖心最明显，元大利1号也不错，另外2个就差点意思。晴川组整体颜色都开始褪掉了绿色，逐渐开始变黄变透，状态都不错。看你们喜欢哪款呢？50淋浴井一降温全都变得红彤彤的，这上色实在是太快了。对于容易上色的个体，灯的差距就没有那么大啦。苹果奶酪组彩虹这次表现稍微差点意思，另外3个都开始变黄了。苹果奶酪本身就不是特别爱红的品种，所以上色不是特别明显，灯的差距也没拉开。翡翠流星这组的表现都不错，除了元大利1号可能因为正在分心，糖心不是那么明显，另外3个的糖心都很明显，叶片也都变得粉粉嫩嫩的，真好看。多肉想要上色，充足的光照只是3大要素之一，还需要合理的控氧和低温温差。天气这么冷，你的多肉上色了没有呀？多肉上盆后还没发根就先发霉了，该怎么办？多肉养护答疑第8期，多肉迟不发根，拿起来一看还发霉了，是温湿度的问题吗？12年养肉老司机给你讲清楚多肉发霉的原因和对策。最扎心的是，你可能认错了霉菌和根毛。没错，这些刚发出来毛茸茸的像羽毛一样的，它不一定是霉菌，它其实是叫根毛，它是多肉根系喝水的小嘴巴哦。根毛属于消耗品，平时土壤干燥的时候就会消耗殆尽，当你一瓢水浇下去，它又会长出新的根毛。个别多肉发霉，那是多肉的问题。如果同时有多个多肉都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你可要认真检查一下你的养护环境哦。随着气温的降低，水蒸发的速度反而变慢了，夜间再遇上霜降，晚上的时候虽然温度不高，但是湿度可能不低哦。你要是有个温湿度计，就一目了然了。湿度高于70%，要么去开窗，要么风扇开起来。霉菌正常情况下对多肉植物的伤害很小，它们的主要食物是腐根腐叶，所以要及时清理掉腐根腐叶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。网上购买的泥炭土或者颗粒土并不是干透的状态，你收到货后一直密封保存，你就会发现袋子上出现了许多水汽。通常这点湿度无伤大雅，但不过如果最近阴雨绵绵，你家里通风环境又不好，尽量把土晾干了再上盆。上盆的时候看着灌幅不大，一旦喝上水了，多肉的叶片会舒展开，挡住了盆口，会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通风效果，可以下掉一圈叶片，增加空气的流动性。乔伊斯有问必答，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。你看人家的多肉整洁又美丽，你的多肉总是灰扑扑的，原来关键在铺面石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2分钟告诉你如何选对铺面石，美丽又实用，颜值即正义呀！铺上一层整齐的小石子，质感瞬间提高了。最直观的面子工程，光好看就可以了吗？铺面石的作用可不只是好看哦，用好铺面事半功倍。浇水进盆的时候，土壤经常乱飞乱飘，有够重的铺面石紧紧的压住土壤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了。小黑飞最爱在潮湿的土壤里面产卵，铺面石一铺，直接给产房给它封死，
这样一来，减少虫害可省心太多了。铺面石还可以隔离叶片和土壤，夏季可以减少土壤里的湿气对叶片的灼烧，冬季还可以减少霜冻。美丽又实用的铺面石到底该怎么选？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，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先说尺寸，以麦饭石为例，直观的感受一下多大盆搭配多大的铺面石合适。首先看一下2到4毫米麦饭石搭配3.5到9厘米的塑料盆，然后是3.5毫米麦饭石搭配7厘米和9厘米的花盆。最后总结一下，7厘米以下的花盆用2到4毫米，7厘米以上的花盆选3到5毫米。另外建议大家选择这种粉尘较少、硬度较高的麦饭石，不然铺面的美观效果没达到，搞得一鼻子都是灰。除了常见的麦饭石，还有赤玉土、黑金沙等各种不同材质的铺面石可选哦。它们除了颜值不同，功能上也有一些不一样。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张表格，这几款铺面石的优缺点都罗列在这里啦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自己的铺面石吧。快来说说哪一款是你最中意的铺面石？介壳虫、化水、黑斑、掉叶子，心心念念盼到手的多肉，一开箱就翻车，多肉开箱的惨剧到底如何收场？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3招帮你解决。首先，第一时间拍照拍视频找商家售后养，多肉不用退，你就想试试这些多肉到底该怎么拯救？快来看看该怎么做。第一招识别，多肉开箱第一时间检查叶片缝隙、杆子和根系，最难发现的便是介壳虫，白色的是成虫，黑色的是幼虫，黏糊糊拉丝的，是它们的小房子，经常藏在叶片中间，很难发现啊！处理不好，把家里的肉也一起遭殃。黑斑、化水、掉叶子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。第二招，杀菌杀虫。介壳虫我们可以直接徒手抓走，务必每一个叶片的缝隙都挨个检查。活体的介壳虫用高锰酸钾是杀不死的，我们用75%的酒精喷洒，肉眼可见的它就失去了生命力。就这么办，用一样的方法把整颗多肉上的介壳虫都干掉。化水长黑斑的叶片通通摘掉，端上一锅清水，加入火锅底料，是高锰酸钾，然后开始涮肉。30分钟后取出，放到通风良好处晾干。晾干后检查没有问题，就可以正常休耕上盆了。第3招观察曾经有虫有病的多肉，记得单独养护2个月，重点观察它们的发展情况。如果问题都没有进一步发展，我们就可以跟大部队一起正常养护了。叶片化水的多肉，如果在后续几天还继续有叶片化水，可以试试砍头能不能救一个顶盖。如果叶片没有再继续化水，你又获得一颗好肉哦。最后来欣赏一下黄先生多肉植物家美美的大头蛋吧。还有什么开箱问题快来问吧。多肉的叶片到底喜欢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上？42天的叶插实验，让你2分钟学会多肉叶插。湿润组土一直保持湿润，干透浇水。下面我们来快速统计一下叶插发根发芽的情况。干燥组浇水间隔7天以上。多肉喜欢的叶插方式你看出来了吗？我来给你总结一下，价值10个喇布布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从发根率来看，无论是潮土还是干土，插进土里还是放在土面，最终都会发根。发芽率来看，有湿度的土发芽率遥遥领先，在土下的生长点反而比裸露的生长点发芽率更高，芽点在土中的化水率略高，潮土却没有比干土更容易化水。多肉叶片生长点浅埋，至少接触土壤，保持土壤湿润，根系尽快喝上水，让叶片快速进入生长期，发芽就会更快。叶片化水无法100%避免，调整心理预期，不要过度担心哦。多肉叶插你学会了吗？快来评论区提问吧。夏天来了，还想疯狂买多肉，一看波波间每个多肉都秀色可餐，又听说多肉度夏难，夏天到底能不能买多肉？买了怎么养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
教你不当大冤种。天气都30多度了，你离开空调房都受不了，还要让肉肉去你家受苦啊？什么？一定要买？那行，下面我说的你可要记好了。多肉能不能度夏，就靠这些。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第一，避开夏必死的品种，茎叶、绿蝶、小红衣、熊童子、山地玫瑰，还有圆滚滚。第二，要求卖家带盆土发货，别休耕，别换盆，到手第一件事防黑腐的药喷洒一下。第三，前7天不晒太阳，不浇水，发现多肉开始反绿了，说明它没有进入休眠状态，就可以跟其他多肉一样正常养护了。第四，别寄养，商家提供夏天免费寄养服务才是最大的坑。你花了钱买了肉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解不了心头的相思，天天勾着你看直播，你猜怎么着？除了让你继续花钱也没啥了，等到秋天才发现家里根本放不下了，又或者当时的心头好，现在发现已经不爱了。最后听我一句劝，大夏天呢，咱能不买就不买。肉肉虽然价格不高，也是你费心费力满怀期待把它接回家的吧，好好善待手里养着的肉肉吧。评论区留下你们夏天的肉坚强。